快一点呢，顾总都说没有时间了，你就别耽误了。快！还在呢。何总，慌什么呀？没有，麻烦你把手机还给我，谢谢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之前就是他们公司的人是吧？故意坏我好事，串通好耍我是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刚入职，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了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实话实说啊。你们的提案能不能过，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。何总，我们公司的方案真的很好。方案好又怎么样？我可以让它完全变得不好。您怎么能这样啊？不是我怎么这样，是你们怎么这样？这个项目这么大利润，大家都是坐在桌子上分蛋糕吃的，凭什么你们吃饱了，我饿着呢？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如果是我个人得罪你了，我跟您道歉，千万别影响公司项目。何总，您喝口水消消气。您要吃什么？我请您。前2天晚上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既然你说你负责，也可以。我不管你是代驾还是顾川的小助理，只要你让我高兴，我就帮你一把。何总，怎么样您才能高兴呢？这么纯情啊！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顾总在车上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看不起我是吧？你，何总，哎！你这是想干什么？顾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看见了吧？你的女助理拿水泼我，你应该问她想干什么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何总他要。我要什么？你不会说我要强奸你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我看上了你这个女助理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小宁，打电话报警。这儿有监控，无论是谁的问题，一查监控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手机被他抢走了。顾总，没必要。我就是找你的女助理，聊聊代驾和设计的事儿。设计的事儿，找我聊就行了，不用找我的女员工。好，明白。道歉。对不起，顾总。不是跟我道歉，跟我的女助理道歉。对不起，江助理。算了吧，顾总，没有什么大事，算了吧。什么态度？顾总，别把事情闹大，算了吧。行，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咱们就公安局见了，啊。把车钥匙给我，我来开吧。老板，您慢点开，千万别超速了。我一直以为您是不会开车，才会找我给您开车的。我只是不经常开车而已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早点大声喊我？我刚刚也被吓到了。以后见到他就大声喊人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顾总。老板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。以后再遇到他这样的，我就第一时间打给你，然后大声喊人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，还遇到了您这么优秀的老板。我今天听您在讲方案的时候，我特别激动，觉得您在闪闪发光。我就在想啊，遇到您就是我好运气的开始。
能在这样的公司上班，就可以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。这不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吗？那如果因为和生今天的体验过不了呢？大家付出了那么久的心血，不想因为我毁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怕你凭借一己之力毁了公司啊？你真的想太多了。我刚才一路上都在想啊，我第一天上班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害怕你开除我。我好不容易找到喜欢的工作，其实吧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倒霉，很多事情吧，他不怪我，但是大家都怪我，我也就习惯了。不过说完了吗？哦，说完了。哎，我情绪一激动就容易话多。说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顾总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。顾总，送您的什么东西啊？礼物。啊，您回家再打开。顾总，祝您健康快乐。顾总再见，顾总您就是我的偶像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真的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顾总再见，拜拜，顾总。顾总您最帅，您就是我的偶像，老板。佳佳，你怎么天天都在吃啊？吃零食能让我心情好啊。快递寄完了？寄完啦，小宁帮我寄的。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推给江小宁啊！我跟你讲，小宁最大的错误就认识你了。我哪有？我可喜欢小宁了。那人家喜欢你吗？喜欢，公司每一个同事我都喜欢。你看看，那是人小宁。邓哥，哎，邓哥，你这个设计图能借我看看吗？你能看懂？当然，我大学学的是设计。嗯，可以。谢谢。万玲姐，去工地了吧？你辛苦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喝啊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江小宁，你过来一下。跟他说你过不去，今天下午都得忙顾总事情。凯哥，你的事情先放下，我等会儿过去啊。江小宁，胆儿肥了是不是？你到底归谁管啊？反正不归你管，这是设计公司，一切以设计师为大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是不是得给你跪下磕一个？那你现在跪下磕，论给公司创造的业绩，你给我跪下磕头都不够。哎呦，那我再给您烧点纸行不行啊？二位，曼玲姐、凯哥，有任何事情告诉我就可以啦。我今天加班，做完了再走。天气热，别吵架伤了和气。有任何事情吩咐我，别气着自己，好吗？别吵架啊！曼玲姐，这个给你，类似建筑风格我能找的都找到了，内容有点多，可能有点卡，你打开的时候稍微等一等。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昨天晚上谢谢你帮我，这个是送你的礼物，可能没有那么贵啊，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我认真挑了，很适合你，和你的气质很搭。不用了，是顾总帮你的，这礼物我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，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感动，我买都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对了，度假村那个项目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是顾总负责的，好像是黄了。啊，黄了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项目没有成有很多原因，不可能只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原因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去忙吧。谢谢啊。顾总，这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。顾总，对不起啊，
度假村那个项目，你又不是设计师，你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度假村那个项目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哪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当时就被这个思路给震撼了。你可以随便说说，不扣你钱。那我说了啊，我觉得这个项目啊真的很好，但是吧，中国人的审美和外国人的审美毕竟会有一些不同。那些集装箱摆在那儿是特别的前卫，也能成为标志性的建筑，但是像我姑姑那个年纪的人，估计就欣赏不来，会觉得死气沉沉。所以，要不要把每一个集装箱换成不同的颜色？跟我想的一样啊。看吧，我就说我班门弄斧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睡着了。您忙完了，我这就送您回去。你今天做了挺多的事啊。我效率快嘛。下班了，走吧。啊。你钓过鱼吗？钓过。走。老板，天都黑了，这水里什么都看不到。虽然看不到，但能感受到。小时候啊，我爸也爱带着我钓鱼，去湖边晒了几个小时，都晒脱皮了。回家还被我妈骂了2个小时，说我本来就丑，晒完是又黑又丑。我一直想不通，这钓鱼有什么好玩呢？有钱了可以买鱼吃，难道说野生的比较好吃？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姜太公钓鱼的行为放到现在，那就是行为艺术，放到网上，肯定会被人骂是炒作。你能不能先别说话啊？鱼都被你吓跑了。可是这地方就你我2个人，我要不说话，还是挺冷清的。创作和设计都是孤独的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设计师的话，你要学会在安静中思考。那我是不是打扰您思考了？你说呢？有鱼啦！呀，哎哎呀！哎啊！不，你对他有感觉，他改变了你。初次相遇的猝不及防，老板，对呀。情不自主怦然着想象，是我不正常，还是你在发光？放进去啊！我的鱼竿有没有鱼啊？
这个送你了。姑姑不是生病了吗？拿回去给她炖炖汤，补补身子，算是加班费了。今天这鱼是抵消加班费啊？不了。啊，顾总，这个鱼刺卡嗓子也挺不舒服的。我们家从来不吃鱼，至于加班费嘛，我还是喜欢钱。我的菜单里啊，明天没有鱼。我的人生为什么都是苦难？毕竟今天加班了，明天不用来接我了。好的，老板。设计方案里面要加入一点中式园林的元素。下午去跟我见一个老师。哦，好。就我们俩？对，去外地。啊？晚上就飞回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最近表现得非常不好。之前还知道给我买个早餐，买个喝的，现在呢，就知道站在车旁边等我。前段时间，我认真思考我的岗位职责来着。考虑出什么了？我想着，我的职位只是司机和小助理，不能干涉老板太多私生活。更何况，我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。江小宁啊，你在说些什么鬼话？你明明只是还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老板的感情而已啊！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啊？3分钟热度啊！大中午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过几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可能10几20天才能回来，有点不放心，过来看看你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在公司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不顺利，经常惹麻烦，惹老板生气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没关系，我的公司大门永远向你敞开，随时欢迎你来。不用，我就是给你发牢骚，我还是非常喜欢现在的公司的。瞧瞧你，让你来我公司上班，感觉要绑架你似的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旭哥，你脸色看上去不太好，是不是工作很辛苦啊？哦，最近事情是有点多，要想的也太多了。这些年都是这样，看上去也不是很开心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还是小时候好呀，无忧无虑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过些天是你生日了，我害怕我赶回来，提前送给你。你知道我从来不过生日的。你不过生日又不买蛋糕，生日礼物总是有的吧？拿着。谢谢旭哥。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你不跟我道个别啊？一路平安。江小宁啊。老板，你什么时候下来的？啊，我刚刚下来的，正好看到你在这儿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再不走就误机了。误机了？啊。哦，旭哥，我先走了，谢谢你。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的机械心脏识别卡。好。谢谢。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酸的。哎。王凯，江小宁呢？出差了。出差去哪儿了？陪顾总出差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老往我们设计部跑啊？什么叫你们设计部啊？这是咱们公司啊，我们行政部有必要了解各个部门的生活，哎，更好的为你们服务啊，服务。
江小宁啊。嗯。行李箱。哦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出差？你觉得为什么？我希望是喜欢我啊。可是，可能我是全公司最没用的，别人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忙吧。江小宁啊，你最近这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啊？我印象里的江小宁一直都很乐观，从来都不会自卑，更不会在老板面前说这些挖苦的话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我口无遮拦，是我妄自菲薄，是我异想天开，是我不务正业。我这一次是带你去见我的一位老师，他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不是说你想学建筑设计吗？希望这次见面能对你有所帮助。老板，我一直觉得你很有潜力，所以我愿意帮你，别让我失望。好的，老板。王老师是中式园林设计界的大师，我们之前呢是在同一个项目里认识的，综合发现有很多方面非常的契合，所以就成为了师生。但在我看来，我们之间更像是忘年交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都是老板的回忆喽？对。我好像也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好像真的来过这儿。哎呀，顾川，王老师，好久不见啊，王老师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抽出空来看你。理解理解，不是你不都说吗？咱们搞建筑的，没有爱情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家庭。不过这个女孩子。王老师您好，我是顾总的助理，我叫江小宁。助理啊？以前顾川来的时候可没有助理啊，当大老板了，配助理配秘书还配什么？王老师，哎呀，听说你来呀，你阿姨的肠子都悔青了，这不，和她一帮朋友到这个什么九寨沟去旅游，看了视频，这个埋怨呐。其实你来啊，阿姨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，都已经想好了。你看这阴差阳错，又错过去了。没事，王老师，今后啊，我一定常来。走，咱们进去说。好。哎呀，给你们买了好多好吃的水果。王老师，我帮你洗水果。哎呀，好啊。王老师，您去休息吧，我来洗就好啊。哎呀。这小姑娘挺机灵的嘛。真的吗？啊。可是刚刚在机场，老板还说我变笨了呢。是吗？你们老板会开玩笑啦？他说的很严肃，很认真。过去我还担心他会不会得自闭症、抑郁症啊，看来是我多余了。不会的，他现在每天骂我，很欢乐呢。一会儿我得好好说说他。谢谢王老师。老板，吃水果喽！您在看什么？我就随便看看，每次来都这样。这个是我小时候，我跟我爸。你是说，这是你爸？这真的是你吗？
是我。怎么样，这酒还可以吧？没有变。你怎么一直在吃东西啊？也不说话，饿死鬼投胎啊？不是，这里东西太好吃了。馋酒啦？想喝就喝呗。顾总，小宁想喝一点酒，您不会这么苛刻吧？哎，对呀，老板，今天呢让小宁喝一点啊，大家高兴，一会儿给您交个代驾。难得聚餐，您就特批一下，今天别让他开车了。顾总，就喝点吧。对啊，是啊，就对呀，喝少喝一点嘛。今天大家都这么高兴了，好吧，少喝点。干杯！来，这酒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喝。加水。哎，别喝了，咱们还是玩游戏吧。哎，把那个东西都拿上。来，老规矩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来了，哎，停到位。好，哇哦，小宁第一次玩吧？我给你讲讲规则啊。酒瓶转起来，瓶口转到谁，谁就要接受指令。然后呢，我抽到什么，谁就要做什么。哇，让我来看一看是什么。含情脉脉地向右手边第二个人表白，1、2，成功，是你。你这说的不严谨。右手边第二个算不算江小宁本人啊？再说了，江小宁刚才没多久，就是你别吓到人家。游戏嘛，还能不遵守规则啊？不要胡搅蛮缠，好不好？这次不算，规则没讲清楚，重新来。那不行，我觉得小宁就是被选中的。我喝了。哦，哇，好酒量！厉害，红姐找你了。你运气真好，我可以买彩票了。来，我抽一张。哦，真心话，初恋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我喝酒。哎，小宁，不行，不能再喝了，得回答问题了。现在。啊，是谁呀？哎，是不是上次开豪车接你来那个？是一个不喜欢我的人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小宁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？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不是王凯生日吗？别光顾着喝酒啊，蛋糕呢？哦，蛋糕。这是特意为凯哥定做的。哎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，真的我，哎呦，还有这个呢，哎呀，真是谢谢，我就，哎，这怎么一根蜡烛还写个3啊？因为你是王3岁。哎呀，你看老板他们，坏死了。那生日歌咱们唱一下。好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喝多了？是不是顾总的前女友突然出现，心理压力过大了？没有，你就当我是喝多了吧。别逞强了，陈文文确实是各方面太出色了，不要说是你，换作是我也会有压力的。文文姐她是很好，可是跟我没关系啊。我是不想让你飞蛾扑火，有那么强大的对手在你面前，有时候知难而退不是一件坏事。艾琳姐，我是成年人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我分得清。你是在怪我多管闲事了？艾琳姐，我能进入川工作室工作，是你帮我的，我很感谢你。对于顾总也是，可能你不会明白，对于我来说，顾总是星空，我光是看着这片星空，就已经是奇迹了，更何况还走近了呢。江小宁，我知道你家境不好，也知道你进公司的目的是想做设计师，所以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顾总身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喜欢顾总的不止我一个，艾琳姐也喜欢顾总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也许有幻想，才有奇迹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才好意提醒你。我确实有点陷入自我情绪中了，我应该谢谢曼丽姐的好意提醒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我想透透气，曼丽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确实想通了，曼玲姐喜欢顾总，所以我怎么能陷入情敌制造的假象危机中呢？江小年啊，你既然已经创造奇迹走进了这片星空，那就更应该勇敢地去接近那颗星星啊！到家了吗？哎呦，你别弄了，你折腾一个晚上了都已经。这什么公司啊，让一个员工喝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么长时间不加薪也就算了，你把手给我！哎呦，你个小姑娘也是的，不能喝就别喝，冲什么大头鬼？手给我。姑姑，哟，姑姑弄疼你了？哟，给你撸撸，给你撸撸。姑姑啊，你不能说我们老板，他人真的是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只是他不喜欢我。哎呦，你是不是真的喝醉了？你说什么酒话啊？你老板不喜欢你那就对了，喜欢你还得了？姑姑啊，他不喜欢我就不给我涨工资。不给我发奖金，不给我升职，我太惨了。
哦，宝贝儿，哎，我的祖宗哎，我的心肝宝贝，咱们先睡好不好啊？升职加薪的事啊，哎呦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来，哎呦，我的，抽着我的手往后啊，慢着点，这，好累，哎呦，我的老友，天哪，哎呦。不喜欢我，哎呀，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呗。不给我照顾，不给我升职，不喜欢我。老板必须要喜欢我，喜欢我。老班长，今天是周一，是工作日，所以还是要叫你老板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你也没什么日程安排，你唯一要做的呢，就是躺在这里陪我聊聊天，听我给你讲故事，听新闻。徐总说，10年前制造车祸的那个人的弟弟陈傲死了，警察查出来是许国祥指使刘助理做的，他们是罪上加罪，会被判重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徐总，但你不用担心啊，妍妍姐肯定会陪他度过难关的。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我拿到修为证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设计师了，为我高兴吗？奶奶跟姑姑呢，昨天搬到祖屋去住了，我昨天也住在那儿。当我看到你为我准备的每一样东西，躺在你为我准备的星空房里，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的事情。医生说，老年痴呆会遗传，我怕有一天会忘记你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忘记你，就快点醒来吧。好啦，到你听新闻的时间了。剑桥知名神经科学家近日在英国大型公开场合指出，尽管人脑是极度复杂的，但对于脑细胞各部位的了解逐步加深。如果电脑有重新创造出100兆连接的功能，那么把大脑转化为程式码，在机器中存活将不再是妄想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个新技术
好像可以给我们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你说，如果把我们两个的意识转成数字文件 ，upload 到电脑里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云端再次相遇啊？顾川儿，你是能听到我讲话的吧？好，我去楼下拿水果。我回来了。今天累不累啊？还好，今天去工地看了看，都在按计划进行，一切顺利。哦，对了，妍妍姐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下周去陪她做产检。不是应该许成然陪她去吗？妍妍姐不想让许成然陪着她去。许成然每次听到仪器里传出孩子的心跳声，都会一惊一乍的。好吧。你今天都买什么好吃的了？你猜猜。牛排。怎么又让你猜到了？因为我早就准备好红酒了，我们之间的默契没人能比。充完电了？充完了。要不要测试一下？测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哦。好像没什么波动啦。你现在的心跳指数一直在80多，以前我亲你一下都会蹦到100多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了？你急什么？万一再出什么问题怎么办？那好吧，相处守则暂时不变，保持现状。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现在偶尔可以喝一点点红酒，让我亲亲抱抱了。我觉得我们就慢慢来，等到我完全康复的那一天，我可以直接从1垒上到3垒。做饭啦。在过去3年等待的日子里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我和顾川之间的回忆是我唯一的支撑。我们的相遇和相爱，所有经历的点点滴滴，都如同一部漫长的电影，不断在我脑中循环。在这漫长的等待中，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。天空因为你亮着，天空没你就灰了。你是天使，带走所有的寂寞。你的笑容正在跳舞，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？ Oh yeah， 我的小鹿正在迷路，拉着你的手，幸福倒数。终于，晴子找到新的科研团队，在博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复了漏洞。顾川终于拥有了一颗能够让他正常生活下去的心脏。虽然这颗心脏依旧不会有心跳声，但顾川爱我的心早已不用心跳来证明。天空没你就灰了，你是天使，带走所有的寂寞。
老板。顾川，你们认识？跟我来办公室吧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去忙你的吧。好的。没想到这是你的公司。我也没想到，江小宁说的摄影师就是你。怎么样？都挺好的吧？都挺好。你的心脏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顾川，你会怨恨我吗？我跑去医院的时候，你正在抢救。你是文文吗？眼眶最后还是红了。后来我每次去医院看你，你都一直避而不见。阿姨始终劝我不要再等。你才20岁，你还很年轻，以后还有很多路要走，你还会遇到更好的人。阿姨，我还想再见他一面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小川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见你的。重量足够抵挡时过境迁车，载着那个阳光少年和我们勾过手的信念。如果你已经想好要放弃了，起码好好说一声告别吧。这个答案我也早有准备。我不想强求你，也不想委屈我自己，但我的生活真的没办法这样停滞不前。你会不会怨恨我当初没坚持住，离开了你？我没有怨恨你啊，你做的都是对的。那个时候你才20岁，没有必要为任何人停下来，而且你也没有不告而别，毕竟你还发了短信。你能这么说，我就安心了。都过去了。如果你觉得别扭的话，我可以换一家设计公司。你不用想这么多，你的项目又不是我负责，所以你过后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解决，都可以去找江小宁或者苏曼玲。会给我打折的吧？当然了。王姐，聊完啦？嗯。对了，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勇敢点，你选对人了。我知道了。陈小姐，
晚上我请你吃饭吧，顺便向你介绍一下设计方向。好，陈小姐，请。是我开门见山了，你是顾总的前女友吧？初恋？你找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这些吗？今天在公司，顾川看你的眼神很不一样，我就猜到了。你很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会旧情复燃吗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我从毕业开始就跟着顾总，从他的助理做起，到现在也有6、7年的时间了，从没见过他谈过恋爱，只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。他后来一直没再恋爱，我还以为是那段感情伤得太深了。不过今天看你们的样子，倒更像是2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。可能连朋友也算不上吧。不过不得不说，顾总当年的眼光也是非常出众。你用不着恭维我，这和你之前犀利的谈吐风格不太吻合。那我也开门见山了，我看得出来你喜欢顾川，但他不会选择你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比你了解他。可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。你怎么知道是10年？偷听我们说话了？以我对顾川的了解，他不会喜欢一个强势又精于算计的女人。要我也会选江小宁。少吃点，小心撑着。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勇敢点，你选对人了。江小宁啊，啊？怎么又心不在焉呢？没有，我是在想工作的事儿呢。那我也开门见山了，我看得出来你喜欢顾川，但他不会选择你。以我对顾川的了解，他不会喜欢一个强势又精于算计的女人。要我也会选江小宁。江小宁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其实，是有件特别开心的事儿，但是，但是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回头再说吧。好吧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江小宁，不是说了要勇敢点吗？其实，我，老板，我接个电话，你等我一下。江小宁，你以为他是你认识的新朋友？不但可以帮忙，还可以给公司带来项目，
心里一定很开心吧？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你知道什么叫引火自焚吗？什么？什么跟什么啊？那你想想，他刚好出现在湖边，又拍了你的照片，刚好要办影展，又要请你帮忙设计，怎么有这么多巧合呢？那只是因为，他刚好就是顾总的前女友。他那么愿意接近你，跟你成为朋友，你以为遇见知心大姐姐了吧？江小年，你被利用了，还被蒙在鼓里。你自己想想啊，他的资历、学识、谈吐、阶层，包括跟顾总的感情基础，哪一点是你能比的？江小年，你太单纯了，你只不过是他跟顾总旧情复燃的引线，你明白吗？江小年，你醒醒吧！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。我说过我要吃东西吗？这份资料拿去给客户。我可以去。好。老板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得罪他了？老板，到午休时间了，我想跟你一起吃个饭，然后一起晒晒太阳。我在忙呢。你打算一直这样对我吗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做错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呢？虽然你在午休，但我还在工作呢。出去。老板最近的状态不太好。是啊，太可怕了。哎呀，快，赶紧工作，别被老板抓住，然后又要挨骂。哎呀，可怜的小宁啊！午饭不吃，晚饭总该吃了吧？没空。你很久没有给我补习功课了。晚上再说吧。
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。做题。你哪像在跟女朋友说话呀？你是来上课的。可是做题。不想写了，没意思。你都不理我，还写它干嘛呀？你是来学习的吗？没有我你就不做设计师了是吗？那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是吧？江小宁啊，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，别人左右不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来动摇我的理想。我就是说说而已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不早了，如果你学完了，可以早点回家。冰淇淋，你怎么了？据天文台介绍，3天后，如果我市天气晴好，100年难遇的超级月亮将可用肉眼观测到。据悉，这是3个世纪以来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次。倘若错过此次奇景，下一次将要等到2125年。老婆，咱们去看吧。我得加班儿。你现在是经理，加不加班你说了算。咱们叫上顾川和江小宁一起，就像上次看昙花那样，4个人看看月亮，喝喝酒，聊聊人生，照照相，多好。那你要先去做体检。在意。是来签下字。我来吧。医生，他怎么样啊？观察一下，住几天吧。拜托了。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冰淇淋，你要坚强啊！等你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接你回家，加油！走吧。你好，帮我签个。据天文台介绍，3天后，如果我市天气晴好，100年难遇的超级月亮将可用肉眼观测到。据悉，这是3个世纪以来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次。倘若错过此次奇景，下一次将要等到2125年。你听见了吗？3天后会有几个世纪都见不到的大月亮。你以后都应该这么快乐，这才是属于你的生活，永远有希望，有憧憬。喂，小旭，今天有时间吗？来家里吃个饭。哎，我新学的油爆虾，你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没空。就来吃个饭，吃完就走，我不留你，行吗？我最近挺忙的，等有空再说吧。那我给你送过去吧。你好，我想麻烦您帮我叫一下唐旭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是，哎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再来公司找我了，行不行？
我送完东西我就回去。我最近很烦，我求你别再出现公司了，行不行？你知道吗？每次你来，这帮公司人怎么看我？怎么看你？我，罪犯的儿子，听见了吧？拜托，我最近真的已经很不顺了，求你别再给我苦打了，行不行？我就走了，你就回去吧。好，唐叔叔吧？我是许成然。许国强的儿子啊，长得不太像。像我妈。您要走是吗？我送您吧。不用了，我有空，我送他就行。台务不是正找你对账的吗？你应该要加班吧？还是我来？走吧，唐叔叔。记得吃饭啊。唐叔叔，看得出来您对唐旭很好。其实，小旭对我也很好，只不过他平时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。他最近是有点焦头烂额的。哎，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出我是他爸爸？我以前看过你们的照片。啊。有什么事儿想问我，就直接说吧。您怎么知道我有事要问你？要不然干嘛非得送这一段？我听过江小宁的爸爸，也就是江广达当年的事儿，但我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您是当事人，肯定知道里面的细节。我就是好奇啊，想让您给我讲讲。江小宁的爸爸真的贪污了吗？唐叔叔，你爸爸提起过我吗？没有。当年我、江广达，还有你爸爸是一个公司的同事。你爸爸是我们的领导，这个我知道。手下的人挪用公款、贪污，当领导的能不知道吗？您的意思是，一个池塘的水脏了，里面的鱼都好不到哪儿去。